Hello，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元祖 SD 超級夾神終於搞掂啦！雖然製作嘅時間比較長啊，咁但係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各位師兄聽，咁我喺一邊拍攝一邊砌嗰陣係非常有細個玩 BB 戰士嘅感覺嘅。我係完全充分體驗得到盒面嘅一句説話，獻俾各位長大嘅高達少年們。所以今集我係6部機甲神嘅組裝過程同埋成品分享都有拍攝。咁希望送俾各位已經做咗人哋老豆嘅師兄，我亦都希望大家係可以透過呢一段元祖 SD 超機甲神嘅影片，去諗翻下細個嗰陣係有幾咁中意 BB 戰士呢？如果想知道成盒超機甲神有啲乜嘢嘅朋友，歡迎重溫模型開箱上集，連結就喺畫面嘅右上角。咁亦都希望收睇完影片嘅你覺得我製作得好嘅，歡迎俾 like、留言同埋分享。如果更加想支持我，隨心俾我 Super Fans， 我都非常感謝㗎喇。好，首先分享主角機紅色機甲神阿爾蓋亞。今次 Bandai 推出呢盒超越之龍版嘅超機甲神係用咗珍珠式作為成型式生產嘅，咁當中就包括13塊板件嘅0091號阿爾蓋亞。估唔到有送白色嘅騎士溜啊嚇！只有3件零件，咁線條我覺得係非常清晰嘅。有好多朋友都有疑問，究竟滲密線會唔會對電導件有影響呢？最好嘅測試方法就係喺框邊試一試咯。咁用白電油加棉花棒清潔一下，大家清楚睇得到係可以還原之餘，亦都冇令電導嘅表面脫落嘅。不過都有朋友講過滲線液係略帶有侵蝕嘅成分嘅，所以做唔做呢一個步驟就交翻俾各位自己決定啦。先組裝阿爾蓋亞嘅腳部，由30件分件組成。我砌嗰陣呢都非常擔心嘅，零件嘅水口會唔會因為太大而要用好多嘅時間去打磨呢？我發現佢嘅設計都幾巧妙嘅，例如呢個腳尖表面有水口啊嘛。咁砌埋落去啦，裝好呢件黃色件就會將頭先見到嘅水口遮咗嘅。6部機甲神嘅組裝有好多地方都採用件同件之間嘅連接，而將水口遮蓋嘅。咁其實都幾好啊，減少各位浪費時間去打磨零件啊。接住落嚟就到手部嘅26件分件啦。呢一刻我已經係感覺得到好有以前砌 BB 戰士嘅感覺啊！咁簡簡單單左右夾，中間留翻條縫，各位仲記唔記得啦？至於手型，每位機甲神都有3款。呢個紅機甲神最難砌嘅部分就係上貼紙，咁喺呢5個窿裏面，之後再裝呢啲透明件。再補充一樣嘢，圓形貼紙有好多都係俾玩家作後備之用嘅，原因就係要好小心，慢慢放貼紙落去，唔係嘅話有機會係會變巢嘅。放好位置，再用牙籤撳實，又或者推返一啲，最後再用力慢慢將透明件撳落去，完成嘅效果就係咁嘅樣噶啦。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接觸電導件，建議真係要戴手套。咁因為手汗又或者油脂一旦沾上電導表面時間耐咗，零件表面或者會出現白點，又或者甩漆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頭部完成啦，非常有型。身體由30件分件組成，大家估下黑色嘅分件係乜嘢嚟？其實呢啲係阿爾蓋亞身體中間內部嘅駕駛室分件啊，6道葉能夠獨立拉開之餘，亦都非常穩陣，感覺有啲似茲高達嘅。起初我將身體嘅分件剪落嚟，我以為係有骨架嘅設計，所以感覺上係有啲似玩高達嘅 MG 模型。有咁樣嘅設計同埋分件，唔怪得能夠獨立推出一個元祖 SD 模型啦。我查過喺拍賣網獨立買呢一盒阿爾蓋亞係需要600至800蚊嘅。咁如果大家今次係冇訂呢一盒超機甲神超越之龍版，除非 Bandai 喺未來嘅日子再開訂啦，唔係嘅話就只可以食少少炒價啦。不過最重要一樣嘢，
就係要過到海關，平安入到境先至好買啦。背脊嘅6對翼總共係有20件分件嘅，呢一部分嘅組裝過程相比起其他身體部分係相對簡單，咁但係都係有注意嘅地方。我食指指住嘅位係平噶嘛，而後面係有啲突出嘅尖端，大家見唔見到啊？記得平嗰一面呢係向住自己，咁之後同呢一件零件組合，尖嘅一面向下，平嘅就向上，裝埋最後一件零件，咁啊檢查一下係咪完全夾緊，咁樣呢先至成功嘅。嗱，我最初呢係夾唔埋嘅，咁要拆開零件先知道自己裝錯咗。咁有買呢盒模型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成盒阿爾蓋亞總共係有134件分件，數量差唔多已經係一盒普通 BB 戰士嘅4倍啦。嗱，呢一位機甲神嘅組裝過程簡單得嚟，亦都唔會令你失望。佢嘅外形同埋內構，我覺得係眾多機甲神之中設計得最好嘅一部。當然，另外5部都各自有特色，咁一陣間大家就會清楚知道噶啦。最初我係唔明嘅，點解手型係會用軟膠嚟整嘅呢？而家我明啦，咁因為要手揸住啲電導武器啊嘛。咁 Bandai 照顧得到玩家驚刮漆嘅諗法，嗱，呢一方面真係要讚啦。我最後只係用咗13張貼紙保色嘅啫，真心唔算多。可動方面始終係 SD 模型，你會覺得係差過 Legend BB。咁但係由於佢係主角機啊，咁亦都係合體嘅核心部分。所以相比起另外5位機甲神，活動嘅範圍係會多咗啲。大家可以睇得到手部同埋腳部都有一定嘅活動範圍。背脊嘅翼可動就唔多啦，最多只係中間嘅翼可以伸出或者伸入嘅啫。頭部都有少量嘅可動。或者我擺一啲 pose 會更容易讓大家明白。同時呢一個阿爾蓋亞亦都係唯一一部可以上支架嘅機甲神。最重要嘅一部分就係佢嘅身體可以打開，露出駕駛室。方法非常簡單，將前裙甲連駕駛室推出嚟，就可以放騎士溜入去啦。呢一款阿爾蓋亞作為主角駕駛嘅機甲神，無論外形同埋紅色成型式，我都係非常中意嘅。咁而家單獨買呢係好少見㗎啦。我第2部砌嘅機甲神就係黑地之機甲神激加泰斯。我保證大家砌完呢個激加泰斯會顛覆你一直以嚟對 SD 模型嘅認知啊！佢除咗我手指指住嘅頭部分件之外，亦都有一個用嚟承托頭部嘅台座部分，非常特別。元祖 SD 好多時候嘅組裝都係將件同件之間作一個擺放，之後咧先作一個夾緊嘅。咁激加泰斯嘅頭部就係一個例子啦。佢嘅台座就由7件分件組成，非常簡單。頭部同埋台座，我最後先至組合。有一個地方要提提大家，千祈唔好用棉花棒，用滾式嘅方式咧上貼紙啊！嗱，呢一款貼紙唔可以咁樣做，係會巢嘅。咁用傳統嘅方法，手指撳實張貼紙咧就得啦。呢啲就係激加泰斯嘅27件身體分件。嗱，我知道有好多師兄咧都好中意大嘅。咁呢個黑地機甲神一定滿足得到大家。呢一件後裙甲嘅件，我差啲一隻手都揸唔晒嘅。呢一張藍色貼紙非常薄，搣落嚟嗰陣一定要小心。咁我呢一張嘅邊緣呢係有啲爛咗噶啦。呢個激加泰斯完全顛覆我對 SD 模型嘅認知。嗱，我唔肯定佢嘅分件係咪最大嘅。咁講真啦，每一件零件都非常有重量感，水口方面都有少量要處理嘅，咁大家努力一啲啦。我細個嗰陣係有砌過機動武者大鋼嘅，不過唔係好記得有幾大。
或者係咪同真星世都大將軍嘅 size 一樣呢？嗱，如果有師兄記得，不妨留言分享一下。咁我都係近呢幾年呢先至玩翻模型。咁我以為莎莎比 version 卡嘅分件已經係最大，咁估唔到 SD 模型都可以令你震驚啊！雙手合共有44件分件，膊頭架白色件上面嘅黑線係要加深一啲先至上得到嘅。玩 BB 戰士嘅朋友一定遇得到噶啦，就係偷膠。今次嘅地方就係手指嘅部分。嗱，呢一部分未係偷膠最多嘅地方啊！咁一陣間我會再揭曉嘅。左右膊頭各自裝唔同嘅頭盔。呢一堆金色電鍍件就係裝右邊嘅，而紫色嘅分件就係裝左邊。呢一部分就係面部嘅分件啦，咁都會砌埋俾大家睇。我真係第一次接觸元祖 SD 呢個系列嘅啫。咁我自己一開始接觸 BB 戰士就係風林火山篇3代目環太無大將軍，又或者叫環陀無大將軍啦嚇。咁90年代嗰陣真係好似好少見呢個元祖 SD 系列嘅。有冇朋友知道原因啊？係售價嘅問題定係其他呢？如果知道，不妨留言講下。砌呢個機甲神有啲似喺度砌 MG 高達模型嘅感覺，咁但係又未至於有 MG 模型咁仔細啊。曾經有朋友提過 Bandai 可能當時係想將元祖 SD 升級成 MG 模型嘅，但係可能當時嘅技術唔夠好啦。咁而且早期元祖 SD 嘅設計有好多都有參差嘅，咁例如外形頭部太大，個樣同原設定完全唔同，甚至有人提過當時用嚟生產模型嘅樹膠非常差嘅，玩一兩下就會碎㗎啦。咁但係呢個超機甲神我就覺得冇呢一個問題嘅。呢啲就係 BB 戰士嘅特色啦，就係將頭盔裝喺膊頭上面，面部就由7件分件組成，非常簡單。至於佢哋係點樣收納嘅呢？答案就係可以收入去身體嘅面蓋裡面。嗱，呢個設計我非常中意嘅，咁嗰啲配件唔會容易唔見啊嘛。腳部就由9件分件組成。雖然擊卡泰斯嘅零件大部分都好大，咁始終都有一啲比較細嘅零件嘅。嗱，大家見到1毫子嘅比較就會明㗎啦。腳部嘅組裝非常簡單，你會喺砌嘅過程中睇得到合體嘅結構。咁至於水口，亦都會喺件同件之間嘅合拼而隱藏咗。咁啊，再加上呢2件塞腳件，同埋呢啲金色嘅電鍍武器。眼前嘅所有部分就係組成擊卡泰斯嘅內容啦。呢個黑地機甲神分件除咗大之外，亦都非常有重量感嘅。咁組合之後，好少出現跌件嘅情況，除非係裝唔啱啦。咁分析方面亦都做得唔係好出色嘅，保色貼紙足足用咗40張。咁我估好多朋友都唔太中意㗎啦。有啲貼紙更加唔係完全冚晒需要黐嘅位嘅。咁呢啲都係成盒模型嘅缺點。擊卡泰斯嘅體積一定係大過阿爾蓋亞嘅。如果將佢同 Legend BB 嘅超越之龍比較一下，又點樣呢？咁啊，順手將阿爾蓋亞同超越之龍又比較一下啦。咁啊，唔爭再拎埋 RG 高達 2.0 啦。咁啊，大家都係高達啊嘛，唔好咁計較啦。說明書嘅 post 指出咧，佢係可以將劍放喺呢2個位上面嘅，就好似 ESS 一樣。咁但係 Bandai 冇將佢做出嚟，有啲可惜啊嚇。佢嘅可動真係唔太多，腳掌就有咁樣嘅可動角度，旋轉都得嘅。手指公有獨立嘅可動，但係其他手指就一排過，最多有90度多一啲嘅擺動嘅啫。手掌可以作360度旋轉，手臂可以舉起大約180度，身體可以作一個打開。之後嘅合體，大家會睇得到係點樣收納阿爾蓋亞㗎啦。頭部可以旋轉360度，
其實佢嘅眼睛呢係有可動嘅，不過就要掹落嚟，好似咁樣用手推去想要嘅位置，就可以變得呢有啲似 Legend BB 啦。呢個擊卡泰斯我差唔多用咗12個鐘去砌嘅。嗱，我建議大家計劃砌5位機甲神嗰陣，呢個模型係組裝嘅首選。咁因為分件都比較多啊，咁啊搞掂咗呢個黑地機甲神，再砌另外4位呢會變得輕鬆嘅。接住落嚟就係右邊腳部嘅清水機甲神激流尼魯蘇啦。我係非常中意佢嘅藍色成型式嘅。佢嘅內構同埋左腳嘅黃火機甲神火星喬尼亞蘇係差唔多嘅。我相信大家睇到呢度都會察覺得到，所有機甲神嘅組裝同埋可動同我哋一直玩開嘅舊款 BB 戰士係有啲唔同嘅。例如舊 BB 戰士嘅頭部一定就係前後夾，中間再加一粒 PC 膠，露出一個光頭。咁而舊 BB 戰士嘅手部就冇做多一個關節俾大家。咁除咗頭先嘅黑地機甲神之外，呢一盒元祖 SD 嘅其他機甲神都有製作多一個關節嘅。雖然對擺 pose 嘅幫助唔係多咗好多，咁但係對於一直有玩開 SD 模型嘅朋友嚟講，已經係一個進化嚟㗎啦。佢嘅腳部設計，我覺得非常似一位遊戲人物嘅。雙腳就由20件分件組成，咁都係嗰句啦，非常容易砌。大家估唔估到似邊個啊？似唔似 Walkman 啊？洛克人啊！最後啦，就嚟到身體嘅分件，總數係有20件嘅。雖然係冇骨架嘅設計，咁但係你會睇得到設計師對於每一部機甲神嘅外形同埋內部嘅結構都有一定嘅用心製作。其實我覺得元祖 SD 除咗可以作為我哋呢班老嘢嘅情懷玩具之外呢，咁簡單嘅組裝方式同埋有趣嘅外形，亦都好值得作為老豆嘅你可以監督同小朋友一齊玩嘅。咁當然價錢方面好可能係大家嘅一個考慮啦，又或者小朋友一唔小心好輕易呢就整爛大家心愛嘅元祖 SD 啦。咁我明白各位師兄都係會有啲驚嘅。嗱，不過玩具始終都係玩具，教佢哋識得去珍惜，對佢哋日後嘅人生話唔定係會有幫助嘅。嗱，我自己就會好好珍惜呢個超機甲神。咁除咗因為貴之外呢，亦都係出於我遺忘咗好耐一股對 SD 模型嘅熱愛啊！再轉一個圈俾大家睇睇，咁我真係非常中意呢次嘅珍珠藍色嘅。咁我覺得係有一種好高貴嘅感覺嘅。嗱，我就唔跟說明書嘅組裝次序啦。咁本身呢係要砌白晶機甲神奧利狂怒嘅。嗱，不過我想一次過將腳部同埋手部嘅機甲神作一個外形比較。呢個黃火機甲神同清水機甲神嘅組裝方法有90%係一樣。嗱，我當初咧都好糾結嘅，好唔好真係全部組裝過程都剪輯俾大家睇呢？嗱，我驚太長會換到大家，咁啊從而咧就飛嚟睇。咁我相信入得嚟睇元祖 SD 嘅朋友都一定係好中意 BB 戰士噶啦。咁因為呢啲玩具真係我哋嘅童年回憶。當年玩 BB 戰士，大家好簡單，砌完上貼紙玩變形。咁啊，最多手遊一下，之後就拎殺區頭，又或者暗皇帝嚟比一比劍，大家係咪咁樣㗎？嗱，不過我估有朋友會因為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唔小心，又或者將細個嗰陣買嘅 SD 模型送晒去堆填區嘅，咁我亦都係其中之一。咁讀書嗰陣，我係唔食 lunch，咁從而買咗好多 BB 戰士嘅。嗱，武者系列差唔多每一篇都買齊，咁我估收睇影片中嘅朋友一定都會有呢個經驗嘅。咁我真係唔記得係乜嘢原因會令我一次過將所有模型抌晒，可能係空間問題，定係對模型再冇興趣玩呢？咁啊過咗去就算啦。咁至於呢盒超機甲神同埋其他模型，咁我希望佢哋呢可以留耐啲嘅。雖然我成日都有講模型同埋玩具係冇可能陪自己一世嘅，嗱，不過而家眼前無論係人定係物，都盡量去珍惜一下啦。兩部代表火同埋水嘅機甲神，前面、側面同埋後面，咁用水機甲神嚟展示一下可動嘅。嗱，頭部嘅轉動角度，成個頭咧可以咁樣拉出嚟，背脊可以咁樣打開，手部嘅可動示範，
由於呢個腳掌喺合體嗰陣要作接駁點之用啊，所以就冇設計成分開。心口呢個位係可以打開嘅。咁除咗劍之外，就係佢哋嘅獨有武器啦。有啲似粒子炮，黃火機甲神都一樣。唔同嘅地方就係大家嘅黑色件內部結構啦。兩部機甲神外形設計各有特色，大家又會中意邊一個多一啲呢？接住落嚟就係右手嘅白晶機甲神奧里狂怒啦。最大特徵除咗白色件最多之外，亦都係用上最多嘅透明件。大家睇得到頭部嘅組成已經有5件透明件啦。佢同左手嘅綠樹機甲神木星尼魯蘇都有90%相似嘅。組裝過程大家都係差唔多，14件分件就係頭部嘅分件數量。至於白色件嘅成形色係珍珠色，唔係純白色㗎吓。佢嘅身體由3個部分組成。呢5件分件就係基本嘅身體，只有佢同綠樹機甲神先至有嘅腰部5件分件。至於呢9件就係組成拳頭嘅部分啦，裝喺背脊嘅。首先將身體裝好，真係好簡單㗎咋，唔使1分鐘就搞掂。腰部嘅組裝亦都非常簡單，咁但係有啲件呢比較硬啊。可能要用啲力咧推入去先至砌得到。至於拳頭嘅部分，手指係有做分件嘅，唔係一件大型拳頭件，咁啊值得一讚。不過喺黑地機甲神提及嘅偷膠問題，最嚴重嘅地方就係出現喺呢個拳頭嘅手指上面啦。咁啊偷咗好多膠，而且非常之深嘅。雙腳嘅分件總數係有14件。砌呢隻腳令我回味返以前玩 BB 戰士嘅一個步驟啊，就係呢個上貼紙啦。咁但係留意件同件之間會有一條縫。嗱，以前呢，我就會好似咁樣連縫冚過，咁而家我都係咁樣做嘅。嗱，我知道有好多師兄係會做無縫，不過我就唔搞咁多嘢啦。再將所有腳部零件裝上去，搞掂。最後嚟到手部嘅組裝，30件分件就係佢嘅分件數量。呢個白晶機甲神，我最初以為佢嘅能力呢係操控雷電嘅，咁因為佢嘅膊頭件係有透明嘅雷電形狀啊嘛。咁但係原來呢，佢嘅能力係操縱空氣，咁真係估佢唔到。咁6部機甲神都各自有操縱大自然嘅能力，咁希望日後如果我做到 SD 高達外傳4機甲神傳說嘅，再同大家交代。白晶機甲神俾我嘅感覺，除咗高貴之外，亦都帶一啲神秘嘅。嚟到最後嘅綠樹機甲神分享木星尼魯蘇啦，佢嘅成形色係墨綠色。佢同白晶機甲神最大嘅分別之一就係頭部啦。呢啲金色電鍍件唔係碎件嚟嘅，而係要砌上頭部嘅窿位度嘅。嗱，所以避免唔見，咁啊第一時間砌好佢。咁我都花咗一啲時間去砌嘅，要有啲技巧。嗱，不過好難講俾大家聽，咁啊只可以提醒大家砌呢一部分呢要相當專心。佢嘅頭部就得一隻角，咁而白晶機甲神就有2隻。分件數量反而係綠樹機甲神多一啲，係有17件。咁都係非常簡單嘅組裝，絕對唔難。大家覺唔覺佢嘅樣呢係有啲邪惡啊？嗱，因為佢曾經呢係敵對角色嚟嘅。至於腳部、手部、身體、腰部同埋拳頭嘅分件組裝過程，都同白晶機甲神一樣噶啦。咁啊，想趁呢個時間呢問一問大家，喂，有冇師兄曾經玩過 BB 戰士121號呢一個超機甲神呢？而家間唔中去一啲比較舊嘅模型鋪呢，都會見得到有得賣嘅。咁啊，大約100蚊內啦。咁啊，想請問係咪真係出得咁差呢？嗱，我上網見得到係單色，基本上係冇分色分件嘅。咁另外啦，每部機甲神嘅比例亦都好怪嘅。嗱，當年我細個嗰陣都曾經見過呢一盒模型，咁但係就唔知道係騎士高達系列。另外當時呢，我覺得佢嘅整體設計呢好怪嘅。咁頭細身大，咁而且嗰啲介紹模型年度嘅小冊子，
即係長方形嗰啲書仔呢，都冇介紹過嘅喎。所以當年我係完全冇興趣嘅。嗱，唔知道有冇師兄曾經玩過，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嗱，會唔會而家仍然喺你屋企裏面呢？嚇？如果有，都幾誇張㗎啦，因為都差唔多有30年啦。白晶機甲神2隻角，綠樹機甲神只係有1隻嘅啫。心口嘅標誌分別都相當大㗎啦。可動方面亦都唔算太多，咁同之前幾部機甲神都係一樣。唯一唔同就係佢可以作一個8字腳啊！手部嘅機甲神亦都展示完俾大家睇啦，你又會中意邊個呢？最後當然就要嚟一個輝光合體啦！嚟到呢度都想講一下自己砌咗6部機甲神嘅感覺啊！咁啊真係會令你諗翻起呢以前細個玩 BB 戰士嘅時光嘅，成盒模型都唔使太多技術。咁大家會見到我有部分嘅機甲神係有滲線同埋磨水口，咁但係就算你唔做，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因為呢盒模型確實係用嚟俾你簡單去玩同埋砌。咁有朋友睇完我上一集嘅開箱留言講，1,800蚊買一盒模型，仲要上咁多貼紙，係咪傻㗎？嗱，我上一集都有話過，我本身係冇興趣買嘅，咁都覺得要俾差唔多2000蚊合金玩具，其實都買得到，咁我都覺得係有啲唔值嘅。嗱，不過最後細心諗一諗，就抱住一生人只能豪一次嘅諗法咧，去決定落訂。咁而家砌完合體，亦都順利進行緊。成盒模型優點有，缺點亦都有。咁但係呢個超機甲神好似係有一種能夠令人諗翻起以前細個嗰陣，好想擁有一部合體機械人嘅魔力啊！當然可能立即會有朋友講噶啦，喂，呢個價錢我去買合金嘅合體機械人都買得到啦。嗱，我最多都只可以講情懷呢一樣嘢，就好似你嘅初戀一樣。咁當年你未必可以擁有，咁但係20幾30年後，咁因為見到一件事或者人，就會令你諗翻起初戀嘅感覺啊！嗱，我唔知道咁樣形容啱唔啱啊嚇。成個超機甲神光傑尼西斯終於合體完成啦，咁我就未上超越之龍貼紙嘅。咁但係都影一啲近鏡俾大家睇啦。除咗大之外，我會再用多一個字嚟形容佢，勁啊！當然要砌埋由6位機甲神電導件合體而成嘅武器啦。嗱，不過咁樣撳落去，再插翻會唔會刮漆呢嚇？將把大劍裝埋上超機甲神上面，咁亦都黐埋全部超越之龍嘅貼紙。佢嘅可動，我估好多朋友都知道係唔會有好多嘅，最多只係可以做頭先嘅揸劍狀態嘅啫。又或者好似咁樣企喺度，其實都已經非常有氣勢㗎啦。超機甲神亦都有一個外號嘅，就係叫做高達版6神合體。咁佢嘅全部組裝過程同埋合體方法，我都拍攝晒俾大家睇啦。中意 SD 模型嘅朋友喺經濟容許嘅情況之下，係絕對值得收藏一盒嘅。嗱，不過佢嘅最大缺點就係太大盒啦，好難收埋。咁各位師兄要入境亦都有一定嘅難度。咁我係點樣收藏嘅呢？嗱，我係暫時分體，將佢哋全部入翻盒，再用灰盒咧收埋嘅。咁要睇一睇將來環境點樣，先至會將佢哋放出嚟欣賞。嗱，不過大家放心，出年月機甲神一到，我又會拎佢哋出嚟玩噶啦。嗱，呢一集咧差唔多成30分鐘啊，咁希望冇悶到大家啦嚇。咁如果中意呢一段超機甲神光傑尼西斯嘅組裝成品分享下集，記得俾 like 留言同埋分享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會訂閱呢一個頻道啦。咁我會盡快咧製作埋 SD 高達外傳3聖機兵物語噶啦，敬請期待啊！最後啦，咁今晚上傳影片嘅時間應該就係農曆8月15中秋節啊！嗱，我喺呢度咧祝大家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好，下集再見。